这一点，汇成诗篇，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誓言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。感谢你在身边。我们进去吧。时间，这场失恋，此刻终于有了改言。爱你没有任何悬念，相信你能感觉。领证了？对呀。瞒着所有人领证。仅次于私奔啊！我去厨房烧点好吃的给他们。新婚得吃点好的。哎，用不着你了，你先坐下。不在家吃。今天晚上老太太要过来，这是大事儿，肯定得厨房做饭，而且必然是大宴，你明白吗？也是。那我去把他们房间收拾一下。来，外婆。那是谁呀？秦家老太太啊，那位的亲妈。哦，自从大少爷亲妈去世以后她就再也没来过。哎呀，我挺喜欢这个老太太的。我去过他们家2次。我跟你俩说只有这个老太太，才能镇住里面那2位。哦，镇得住好啊！自然界讲求的就是个食物链，一物降一物。把关系捋顺了，天下才能太平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分析的也对啊，有道理。来喝茶。那小心点。小心的是你，好不容易带你出来晒晒太阳，天儿真好。夫人，老太太来了，已经进大门了。真的？啊，快去通知厨房，准备饭菜。如果不知道老太太喜欢吃什么，打电话给舅舅。好。还有收拾客房，不，让老太太住我的房间。快去！哎，通知二叔，老太太来了。妈，你看大嫂就是个福星吧？还一进咱们家，外婆都愿意进来了。快去！这里面涉及到了我全部的婚前财产，我自愿按照婚后财产分配。
你签了字之后，我就可以让他们拿去做公证了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梅先生让我恭喜您，他还说这2天山里必然热闹，他呢就不参加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再见。你撒这么多，我晚上怎么睡觉啊？晚上不睡觉，谁新婚之夜晚上睡觉呀？那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外婆睡了。睡了。这次我回镇江和家里人闹了一些不愉快，连累了你。不过我绝对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相信你。即便我不能告诉你整个事情的全部真相，你也相信我。嗯。既然我选择和你在一起了，我就无条件相信你。谢谢你这么相信我。周生辰。嗯？周生辰。怎么了？竟然真的结婚了。5月11日。嗯。以后每年的5月11日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。我特意用你的名字做的谐音，很好记。难怪你非要赶在今天向我逼婚。幸好还有这个理由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。那我去睡了。啊？祖母绿是订婚戒指，尊重家族传统；黄钻是结婚戒指，方便平时佩戴。希望你喜欢。新婚快乐！不是说要睡了吗？是啊，挺困的。那为什么还站在这儿？新婚快乐！这句话是外人祝贺我们说的，
不是你说的。我茶。这个是莲子心鸭泡的水，喝2口可以助睡眠，但不能喝得太多。晚上你如果醒过来口渴的话，还可以润喉。那我去睡了。晚安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晚安。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春花秋月藏在心底，为你赋词写意，温柔的很熟悉，重写前尘往事的结局，让故事待续。你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渐渐清晰，当心跳1、2、3、4开始颤动。订婚取消了，正好慢下来谈恋爱。结婚的事儿不急。陪你到世界的尽头，付一生的守候。当时间每分每秒变得珍重，因为有你我才懂心痛。一生一世如梦，依然和你相拥。这样的方式送戒指，还有祝自己合法妻子新婚快乐的男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做得出来了。去寻找你的痕迹，春花秋月藏在心底，为你赋词写意，撒这么多，温柔的很熟悉，重写前尘往事的结局，让故事待续。你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渐渐清晰，当心跳1、2、3、4开始颤动，为你铺陈爱的节奏，陪你到世界的尽头，付一生的守候。当时间每分每秒变得珍重，因为有你我才懂心痛。一生一世如梦，依然和你相拥。怎么，不进去？一会儿再进去吧，等他们吃完了早茶，再进去也不迟。林叔，你不进去吃？我陪你待会儿。大哥，外婆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外婆来给你撑场子。妈，哎呦，妈，您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外婆，外婆，文秀啊，起晚了，
他怕你骂他，就让我陪他一起来。小婉啊，你平日里呀，对小辈们也太厉害了。都坐呀，都坐，坐。坐。哎呀，看看咱们家的这些孩子们呐，觉得今天啊，真值得来。老二啊，先结婚。老大呢，也有了太太。哎呀，这日子呀，过得也真快呀。外婆，您糊涂了，大哥还没结婚呢。啊，你大哥呀，按习俗说呢，是还没订婚，可也差不多了，是吗？是，我和师姨已经领证注册了。恭喜大哥！那个山庄，他们都没去过吧？还没呢。哦，去烧个香吧，啊，为全家呀，那图个吉利，啊，带着你2个儿媳妇，顺便呀，在山庄里呀，去吃个素斋，啊。好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是啊，是啊，都快动筷子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拿筷子吃。姐姐，我母亲让你跟我们坐一辆车。去吧。请上车，十一小姐。人和人相处啊，不就是磨合吗？放他们去吧。哎呀，碰撞多了，没准以后啊，他们的关系啊，比和咱们还好。外婆，谢谢您这次能专程过来。不用谢我啊。哎，连岁说啊，你昨天晚上没和师姨住一个屋啊？啊？这吵架啦？哎，这在我家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这回来就不和睦啦？啊？和睦，外婆非常和睦。赶快上车吧。十一姐姐，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，你很好看。谢谢。小人，看人不能只看脸。我告诉过你的，弥漫好齿，正谓知音。物以自乐，命之曰伐性之辅，你忘了吗？我记得，美色和俗曲都会乱人心性，切忌沉溺。但姐姐好看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对于漂亮的东西，要懂得欣赏，不吝于赞美，这也是您教我的。